我最近特别馋这种纯肉的烤肠，正好最近猪肉贼便宜，完疫情我们也不用上班，今天怒买50斤，一次在家多做点。做肉肠实在太考验耐心了，先得把肉切了，绞肉馅，完瘦肉可以随便绞，但肥肉还得绞成泥。你说他妈肥肉多招人恨。完了就按比例往里放调料，做了2个味儿的黑胡椒猪肉和玉米猪肉。这配方你们就别学了，因为会的越多越遭罪。你信我话，买现成的吃就行。要怕有添加剂就买便宜的，便宜的它就放不起添加剂了。然后就开始折磨人了，要想少放淀粉还紧实，就得生给它搅上劲儿。这里没有技巧，全是体力。刘大脑的脸憋通红，怒搅50分钟，就为了晚上多吃点肠。结果晚上他妈给打电话让他回家吃饭，说不回就骂娘。这小狗嘚没吃着，找个代驾回去了。完我们就开始灌肠、扎眼、系线。这肠因为都是肉末，所以灌的就很通畅，画面会引起极度舒适，建议赶紧艾特你的姐妹来看一下啊。这些肠需要先用电风扇伺候3-4个小时，然后煮肠可遭大罪了，家里所有锅都用了，还煮了3番，这活比我那些前女友都磨人，只能码1层，多了不行，完得全程小火90度煮1小时，还得盯着炸气泡，跟打地鼠似的。最要命的是我在厨房盯的都要死了，我发现外面有个偷我肠。这些肠一共煮了4个半小时，正常还应该再晾3小时，晾的越干烤的越脆，但我们实在是熬不动了，擦不就给塑封了。关键是有个老大夫跟我说过，1点多不睡最伤肾，但事已至此也没办法了，就做点腰花浇头吃的腰子面。后来我一算得做了400根肠，我就发朋友圈纪念一下。那会儿都2点了，我有个哥们看着这给我来个电话，他说哥们儿，你要遇整啥难事你就说，使点钱啥的不犯毛病。他说我看你整那个肠连个商标都没有，这要给你抓着得胖好几年呢，可别扯那没用的了。最近越来越热了，有点吃不进去饭。每年这个时候都是靠一碗过水面再拌点牛肉酱挺过来的。然后我前2天在家意外捅咕出一个巨好吃的牛肉酱配方，今年买了50斤牛肉，打算在家批量生产一下。这个酱要想好吃啊，很重要一点是肉的切丁不能绞馅，但对于活驴来说，刀工永远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。你瞅这个爹，我都急死了，但我不敢催他，就他拿刀这个姿势，我生怕他一使劲把手指头先别折了。完切肉没意思呀，就开直播来着。我爸那天也看了，但咱不知道他咋看的，迷迷糊糊的就以为我们在家串串呢，拉着我妈、我姑、我姑父就过来了。到这发现不是串，但羊入了虎口，我不可能让他们走。这盛世如我所愿呢，全家都让我摁着了，扒蒜的、扒花生的、切肉的，真是老话说得好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他还得靠父母。主要是上一次徒步搬家之后吧，我个人这一块确实没什么朋友了。后来11点多就给他们放回去了，也没让他们空手走，一人都贴好几节膏药。完我爸说在家看直播那个手机太卡了，正好我前2天他转着买了个2手的苹果11，顺手给他了。我买才花1800，用的跟新的差不多，但是比新的便宜2000多。他们还有认证的验机报告，7天不满意包退，完还免费保修1年。想换手机的赶紧去看看。然后切辣椒的时候我有点用力过猛，怼坏好几个手套，手疼了好几天不说，3天没敢站着尿尿。完我弟说遇事还是先保大吧，这活就继承给他了。但他的智商啊远比他的精神更让我感动，因为我仔细看了一眼他这个装备，这怕崩的地方不都在外面露着呢吗？后来炒酱的时候都早上7点多了，我寻思1个小时就能炒完呢，结果炒了4个小时。我第一次用这么大锅炒菜，甚至还找着点食堂炒大锅饭那个感觉。盛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这30多个小时真不白干呢，空口吃都贼香。把家里所有罐都用上了，还有一大锅没盛呢。已经通知来求的人自己带盆了，完也告诉他们了，也备点信封啥的，因为这顿下来吃饭就剩我们哥俩了。这回还只是少俩人，没准下一顿就直接多2桌了。我就说那意思。前2天有个哥们家杀猪啊，给送了一个大后丘。我本来想腌火腿，但我们家人嘴急呀，等不了那么多年。我来吧，既然就吃大串了，都给他谢他。完我昨天100块钱收个吊炉，这炉子不出意外应该比我岁数大。我给你们看看他们串这串多实的啊，半斤1串的蜜汁梅肉，1斤1串的五花，还有1斤1串的麻排，然后还穿了好多别的串。这个全翅和鸡脖子好多年没吃过吊炉烤的了，土豆和鹅蛋都是包上锡纸就扔最底下了。这一小盆里其实是最狠的，这个是虾仁猪心。这一锅串呀，中间打开炉子翻面的时候，那香味我就已经受不了了。我一点不撒谎，我当时都想舔舔地下这油了。我们吧不会烤馕，我就买了几张发面饼。这饼夹串可太带劲了，还吃出点小时候放学在小摊买串那种感觉。我爸说他小时候就站水堆上这么吃。然后屋里这些等教的吧，就说这温度不行，烤的太慢了。粉慢确实是慢点，但也有点人为因素。那你说我们仨在这看着炉子，那串熟的快的，我们还能眼睁睁看它烤糊了吗？那先吃点不也是属于没办法的事吗？
供不上溜，他们自己就想招了，有拿烤箱烤的，还有拿空气炸锅干的。我家这空气炸锅是我当时趁拼多多搞活动9块9抢的。反正空气炸锅这玩意儿吧，也不分牌子，你给它拆开，恨不得里边导热构造都一样的。这玩意儿不挑样子，买个便宜的就行。链接放评论区了，赶紧薅吧。这一锅必出不少油呢，反正要过年了，油炸食品还是收敛点吧。那过年还得见人呢吗？不是。我最后一锅就拿屋吃了，还配点喝的，一锅肉汤炖的酸菜血肠，还有一锅鲜虾疙瘩汤。吃饱喝足就得干活了，还有10来斤干肠没灌呢。这个工艺现在已经非常简单了，就买现成的料按配比来就行了。基本上手勤快点的就都自己在家灌了，而且在家整的肉吃的也放心呢。我们这一盆正好是20斤，晾个6、7天就能吃了，到时候看看能剩多少斤。反正这么一折腾吧，我们也有点饿了。临了10点多又烤了一炉，我当时就寻思呀，这哪个邻居家窗户要是漏点风，妈这回得遭点罪呀。我上个月烤鸭烤的不是挺成功的吗？于是这个月我飘了，我又花重金买了个烤乳猪的配方，寻思试试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烤明白。这配方第一页赫然写了4个大字，叫皮不能破，但我选择了选择性失明，因为剔骨实在是太难了。后来我干脆自己制定了一条标准，就是所有在我手里处理过的猪，只要它身上的口子少于我手上的口子，那烤完之后我认定它就是一只好猪。然后我们还改造了一下狗聚德的烤炉，想取一些整砖，但光靠锤子效率非常低，就只能找一些有棱角的地方磕水泥。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生活不光磨平了我的棱角，这回他还偷摸带走了房东的墙角。完这猪烟差不多了，就可以穿串了。但是呢，现在是这样的，我们希望给它烤成这样。找了一圈，发现最适合这个尺寸呢是胖的胳膊，但是着急用也来不及给它卸了，就买了一卷石膏绷带，只是拿它套个拱形模具出来。但是第一次也没什么经验，一不小心给石膏缠死了，索性就直接把脖子也给它缠上了。那天直播好多人都问说小胖到底咋了，其实咋也没咋地，就是气氛到了，不缠上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这猪还需要再风干几个小时，这回正好没啥事儿，可以发福利。通过拼多多联系到了泰国原产地，准备了上万斤的金枕榴莲，1块钱就有机会秒杀到5斤重的榴莲，基本都是五房肉，香甜软糯，而且味道香浓。链接放评论区了，只要链接在就是还没抢空，你们抓紧去掏它。我还做2盒烤榴莲，等会儿夹着烤乳猪一起吃。然后这猪风干的差不多了，就可以开始烤了。我看好多视频都是让一直这么举着烤，问题这猪10来斤的也举不动啊。主要前2天做猪生面刚交代了下半身，今天眼瞅俩胳膊也得扔着，好家伙，这现在吃个饭怎么这么难呀？我们一共准备了2只猪，原本是打算一只烤光皮儿，一只烤麻皮儿，结果最后2只都烤成了糊皮儿，但这一点都不耽误它好吃。来个小猪腿再蘸上酸辣酱，我天哪，给我香的一愣一愣的呀！然后我看人吃烤乳猪，最后都得摔个盘子，但我也没舍得。不过该有的仪式感还是得有的。我散布了一圈之后，决定把小胖的石膏锤了。敲完这一锤，我们的夏天就结束了，因为现在哈尔滨晚上已经不到10度了，这才8月份呢，太他妈不尊重夏天了。